郑欣老师最近有看那个很红的《天机试炼场》吗？有的。那你上次有看，我们应该没有聊过，还是有灵能的挑战？我们好像没聊过。对，但是那时候我们有关注一下这个节目，所以灵能的挑战我自己只看了1-2集，我就有一点看不下去，觉得我也是我看到第2集前面一点点我就停了。到了天机试炼场的时候，其实我因为过年期间 Disney Plus 在特价，我买了实在的原因。找一个周末把天机试炼场全部看完了。我是因为它是黑白大厨的节目制作团队，所以我才看的。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制作团队。对，因为这种节目我一开始都会心里面就会有点排斥，想说你就是节目剧本，因为我之前是做节目出来的人，我就觉得说你一定是经过设计出来的，所以你是不是真的通灵者很难判断，所以我就有抗拒。我懂，因为有做过节目的人都会知道说他现场有很多环节，包含是镜头要拍啊，然后就剪出来的啊。对，只要你在画面上看到的都不是真实。对，但是后来迪士尼真的脸书 IG 的那个广告实在买太多了，推，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他是黑白大厨的节目制作团队。那毕竟黑白大厨也是挺有品质的一个节目，所以我想说好，我就一看，然后看了第1集，真的不骗你，我从头到尾，我的头跟我的就是全身鸡皮疙瘩，头也超麻。看完1整集，我真的有透过那个画面感受到现场他们邀来的这些巫师是真的通灵者。绝大多数的参赛者，因为他们第1集比较是每一个人的出场跟介绍，但是只要是他真的是在帮神明做事的，或是所谓的通灵者，你都可以感觉得到。对。那像那一些命理师、塔罗师呢，他们出场的时候，你会不会稍微不麻一点？对，比较不麻，可能跟我频率没有那么通。就巫师的频率比较通，所以就真的有几个过关到很后面，就是很强的那几个巫师，他第1集出现的时候，我就整个就是麻。然后我想说，他们真的是找来真正的通灵，对，他不是找演员。所以我就1集接1集的就把它看完了。我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有看灵能的挑战，我有看灵能的挑战，也是因为其中有一位老师是说他也有学人类图，引发我好奇。因为如果大家有在常看我们的频道或是灵感时间这个节目，你们就会发现我的路数，就是我的工具是跟圣心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简单来说，就是人类图可以看到的东西跟通灵者或者神明代言人可以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就连紫微斗数都是一样，它就是每一个工具每一个派别它有不同的用途。那当然它如果回到修行，大家要修行的路还是同一个方向。所以灵能的挑战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它又叫灵能的挑战，所以其实它才是最适合要找所有通灵者或是机身啊，或是灵媒这样子的角色，才更符合他的节目的属性。可是他找了很多像塔罗师啊、命理师啊，对啊，人类图的分析师啊。我觉得算命师、占卜师大家都有自己的能耐，我觉得都很厉害。但是我那个节目没有看，再看个1-2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得不说节目制作很重要，就是这样子，是他在那个画面的剪接，对节奏，他就是没有到那让人家会一直看下去。那韩国节目厉害就是这样，你看他的尾巴每次都停在一个让你会这样，你就想要再赶快接着下一期。觉得韩国的剪辑节奏是有点离题的，但是韩国剪辑节奏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烦，就是他们一个反应要剪3次要等好久就一句话要讲3次，快转，它就很重义嘛。我们今天其实是想要来聊说，因为这个节目引起蛮多人讨论的，因为毕竟他们巫师是韩国萨满的一个传统的宗教，我觉得其实有点类似台湾的神道教。这样子的存在，所以我想要先请圣心老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感受的啦，这就是那个每一个通灵者的主观的感受，就是你感觉到的这些节目上面的巫师，他们侍奉的神明是正神还是阴神？因为像有一位我忘记是哪一位是走到决赛，他有说他的主神，他的奶奶神是他的曾祖母。对，因为我也去研究一下，其实萨满它并不是一个
教派宗教，它其实指的是巫师做这件事的人，对各个区域，在很早以前就有巫师这样的角色。它其实就是像灵媒，就是像我们这种翻译体质的人，各种可以跟神沟通的人，就叫巫师。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群人，他们就是萨满。对，那韩国的萨满教基本上就是供奉的大概就是一些自然万物的神灵，因为萨满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有灵，对，连小草都有灵，所以有的是山神，有的是什么石头神。那有的就是祖先，那蛮多是他们是说是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觉得是代代相传嘛。巫师家族他们会觉得那是遗传，就是你的祖先里有人当巫师，你就一定会在你的后代里面再找传承人。对，所以我觉得都算是正神。那当然。因为宗教的不同，所以我其实在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很了解萨满教，所以我无法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神看出什么形象，但是我可以感受能量。比如说里面那个李素贞，他就是他一出场的时候，我真的鸡皮疙瘩大概站了5公分高，他真的从头到尾我都可以感觉到他后面的那个神的能量非常的大，而且非常有个性。他在某一集里面真的讲说，他们有个团体赛馆，对，然后他就说他的奶奶神觉得这一题太无聊，他不想回。对，是真的，那个也让我印象深刻，很有趣。我有跟同学们分享，我说真正的神明就是要像他这样，因为神明的神通能力不是拿来回答这些有的没有的问题，比如说肚子里的小孩，对，这一家子是生几个小孩，这家子没生小孩，或是他们交往多久，还有真正的神明就不会想要回答这些问题的。他那一题好像是猜出谁是最有钱的人吧？对，存款有几百亿，所以他的神明直接罢工，我才会觉得这才是真的。他其实不是想要他的机身、他的弟子去回答这些问题，所以他干脆就不给他任何的讯息。但是他有确保他走到决赛，对，但他还是把他一路推到决赛，而且你会发现。他最后选三个案例里面，总决赛里面他选的那个最困难，其实是最困难，因为召唤亡灵这件事情，基本上降到我身上，我演给你看，你也没有办法分辨，对不对？但是他是直接降在那个妹妹身上，被附身，对，就是代表其实他是有危险的，对于咨询者来说他是有危险的，所以他李素贞的他的奶奶神才会要他选这个个案，是因为希望这个事情被发现，他希望他能够被救。那纵使因为这样他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分数，但是他还是必须做这样的事情，这才是真的修行者或通灵者应该要做的事情。刚好你讲到这个案例，那这一个被附身的人，你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你也有察觉到他是对不大正常，因为他的整个神情跟状态都不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说他是真的被附身的状态，像你这样的通灵者是可以看到说这个人的体内有2个灵魂之类的吗？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如果有些问世的人来，他是真的有阴灵，或者是有不同的灵魂跟在他旁边，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对，那有一些人是分辨不出来，他会觉得到底我是精神病，我是忧郁，还是我真的是有跟着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目前来看，大部分很多是精神疾病，其实他有忧郁，会有幻听跟幻觉。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再一直跟他说你是卡因，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治疗。对，有一些是精神疾病，那就必须找医生去该吃药、该治疗就要做这些事。那有一些真的是有阴灵跟在旁边的，那要处理，我们就是用灵魂沟通的方式帮他处理。懂，所以以整体的这个节目来说，你觉得他节目全部走完，这样是有几分真实，有几分是我们说的节目企划？我觉得我这样讲完就是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我自己觉得70%还是节目企划，30%是反映的这些来宾有些真的是真的，所以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很 real 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为了节目好看，他整个编排还是有脚本在走的啦。我觉得最假的应该就是巫师互相算命吧，命理师互相算命那一套。对，比较多是在展现你的业务力。对，你会不会沟通？你能不能说服一个个案这样子？对，所以有些程度他们是为了要表演，
因为他必须要展现他自己，所以表演的程度一加大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就是节目。但是它也是一个桥段，因为要让这一些进入准决赛或是快要进入决赛的这一些参赛者是有更明确的人设，因为我们在做电视制作里面，其实人设是很重要的，每一个角色扮演什么位置，所以那个桥段除了是在彰显他们的比较类似心理諮商这方面的能力以外，其实也在立他们的人设跟带他们的故事背景。我觉得可是这一段还是虽然它是设计的比较多，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其实无论他有一些什么超能力或是通灵的能力，甚至是他算塔罗算很准啊，算八字算很准，可是每一个人生而为人，他背后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历程，还有他自己的挑战要去经历。对，所以透过这些看似好像是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灵者的这样的角色，也能够让一般没有这些能力的人会感到一些安慰。人生很困难，不是说你今天有了零能力，你的人生就会过得比别人顺利，你谈恋爱就不会被拒绝，或是你的存款里面就有上百亿，就不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一 part 虽然以我们这种做娱乐圈很久的人，我们会一眼看破以外，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设计的桥段还是蛮有意义的。对，因为其实里面有好几个个案，他有提到说他们其实是很辛苦的过来，有的可能就是还有被天罚、生病、暴力行为啊，对对或者说对，家里家暴。暴。那其实以我们的道教来说，也很多这种就叫做灵逼体。韩国叫做神病嘛，那台湾的说法叫灵逼体，它就是说，因为你有这样子的特质，你要为众生服务，可是如果你抗拒，或者是你没有经历过一些大灾大难，你不知道人生疾苦，你也没有办法去真的去将心比心的去感受对方的痛苦在哪里，所以必定要成为一个神的代言人的这个人，他会经过很多辛苦的磨难，甚至把你逼到一个绝境了，你才会甘心的说好，那我就是来为神明服务。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在看的过程蛮累，有那种感受的啦。而且有时候听他们好几个可能已经当巫师当了10几年，他们在讲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时候，我都很感同身受，因为自己也是这样。比如说里面他就有提到说，他们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照顾别人，但是都没有照顾自己。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对，我们的时间好多时候都是拿来服务别人，可是有时候都没有察觉到说，其实自己也是人。就像你刚刚讲，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人啊，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辛苦的地方。那要怎么样去服务别人的时候，又能够正向的面对自己身上所遭遇的这些问题，那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你也有类似神病这样子的历程吗？你也会常常遇到一些很卡或是身体很不好的状态吗？我觉得我算幸运，我没有被折磨。我小时候，我的父亲、母亲也都给我很好的生活，但是接了三公主的这个身份之后，其实身体上面也都还好，大概都一些事情都可以顺顺的过那个灾难。当然也有一些是跟自己原来的个性有去相抵触的，所以也有一些曾经有一段也有一些精神上走不出去，所以我会去经历一些别人可能在他生命过程当中很辛苦的过程，但是我不是用最惨的方式，我大概就是像涮涮锅一样，大概每一种口味都有碰过，所以大致上也能够因为这些自己的经历来问事情的人就可以感同身受嘛。比如说有一些父母来是为了小孩的事情，那我自己的小孩也有一些过动或是亚斯伯格症的状况，那我就可以用这样子过来人的经验来帮助他们。类似像这样身上还是会有经历一些，但是我现在想一想这些东西也好像有神明在的帮助，就也都过去了这样。我觉得你是因为把你遇到的困难跟挑战，就是把它内化成一个养分跟修行，你并不是用比较悲观的方式去看待它。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都是圣心老师已经内化修行过的版本，那他讲得很谦虚，因为他人类图人生角色36啊，对，就是6爻人，但是我相信那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说有一些人去问巫师，或者是像来找通灵者问事情，基本上都是一种心理咨商。对啊，来说，因为我后来看，其实韩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遇到事情也会去找巫师，听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经济市场。所以现在年轻人也愿意花那个钱去问巫师。甚至有人想把巫师当成是职业，那这样台湾其实现在也很多啊，通灵师、占卜师跟疗愈师，对啊，好多人想要做这一类的职业，都不来学人类图，都要学什么？就是想要那种什么，念太多书了，大家都不想学人类图，他们都想要学那个什么突然什么哪里什么轮什么打开的，然后你就可以去通灵了。就已经之前灵感时间一开始就有跟大家讲过，没事不要乱开那种能力，因为开了要是关不回去，你是真的，你要对啊，接收很全多这部什么些要看不看的都给你看了。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命运跟处境要改变，接下来可能会讲到请神卡牌，有一张卡牌是讲你要行动。如果你不改变，你不先去做一件事情，你躺在那里歪歪叫，永远不会改变啊。对对啊，就是你要动起来，你想要什么，你就要付诸行动去执行，改变也是一样。好，那我们回到那个天机试炼场，如果还没有看过这个节目的人，你觉得看了这个节目，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如果是以通灵者来说啦，有一个让我很印象比较深刻，节目结束之后，他就会把这些前几名的找来，再做一个幕后花絮。那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短影音，分成两边选择。你希望参加完天机试炼场之后，你的一年预约会满满满，或者是你会变得有名，大家都认识你。所以他让10个前10名的这个参赛者，大家选边站。其实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感触是蛮深的。如果今天你是看节目的算同行啦，你到底希望自己是透过你的工作得到名，还是得到利？我觉得这件事情回归到我们是修行者来说，名跟利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要放下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要透过这样子的工作，跟神灵沟通的工作来获得名或利。那这件事就回到我们之前常讨论的嘛，你为了得到名利，你可能在解读，你在为对方给建议的时候，你不得不多做一些事情，是要让对方再付出回来，然后就付出金钱的代价，你才有足够的收入嘛。对，所以那时候我反而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呢？我做三公主的代言人，我要名吗？我要利吗？这两个你都不会选啊？对，我就是发现都不选这样子，所以我才会一直上小柯老师的节目，我自己不开节目就是这样。我就在觉得，就是如果他都不想做事，对，如果要经营自媒体的话，你的下一个目标其实就是要获得名跟利。那这对于一个通灵者或修行者来说是需要的嘛？反正我就是从这个节目里去看到，如果是同业的，大家为什么想上节目？因为你想要名利。当你想要名利的时候，你还能修行吗？好像就不能修行了。对，那如果对一般的观众来说，基本上你就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做这些事情，大家都可以解剖解析命运，每个人都可以讲得很准。可是讲完了这些命运之后，回到自己本身，你要自己怎么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这是值得去思考的。真的。那你觉得他们最后一集在问所有的人，觉得是命定论还是命是可以改变的？你觉得呢？我觉得这很有趣，他收尾是用这些内容的时候，发现这是我们平常上课或者是我们之前录节目都有聊到的命运嘛。对啊，命其实是与生俱来就带好的，所以才会把这套剧本放在不同的工具上面去解读，都会很准。对，但是我们还是有30%是运，那是靠我们的后天的观念、我们的智慧去转运。对，所以其实命运它是绑在一起，我觉得关键点都还是在自己身上。如果用人类图来解释的话，刚好我前阵子做了一个在用 AI 做出来的影片，很有趣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它是在讲人类图里面轮回交叉这个概念。那轮回交叉其实它就是指说你的人生有一个课题跟这个剧本的大纲，
是什么。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哦，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例如说圣心，你就会有一个主题，小克就有一个主题，王爷就有一个主题，每个人因为这个主题就遇到不同的人事物的这个剧本。对，所以轮回交叉它是用易经的4个卦去组成的。有命定，但是也有可以改变的地方。你的剧本大纲是在这里，可是你在其中你要怎么演，那是你的选择。对，可是我就不可能，像我这辈子就永远不可能获得圣心的通灵能力嘛。对，难说，难说，自己要不要那么快的笃定？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可以紧张一下，对不对？下次我们会换位置坐。不要。虽然我真受过的挑战跟磨难也蛮多的，但我还没有像你有这么高的同理心。我觉得他没有一个 yes or no， 命运一定有一个，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说，一定有一部分是不好的，对，但是你还是有努力的空间，并不是说你做这些事情就是永远未来就不会改变，其实会的。最重要的，其实最强大的就是人的意念，就是你的心情。所以刚刚前面圣心老师在讲这个灵逼体，台湾的讲的神病的这个概念，他也可以哭得梨花带泪的讲这件事情，可是他没有啊，他觉得他可以在他的小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可以分享这个经验，所以就只是一个转念而已。但是一旦你转念，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最近有一些来温室的人，我都觉得他们其实为什么要把自己过得这么辛苦？对，就是因为他想演这个辛苦的角色，真的就是应该还不够惨，所以你还没有从那个最惨的状况爬起来。事实上，真的你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到这个绝境。那但因为我们在外面的人可以这样很大方的讲这件事，当事者是没办法，他可能会一直沉溺在自己很悲哀或者是很悲惨的命运。对啊，对，但是说实在，如果当事者不想要停止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旁边的人真的是也无能为力啦。对，你有余力你就拍拍他，给他一点情绪价值，然后你受不了你就去做你自己的事就好了。因为就是我很常跟我人类图学生讲，就是你就是还没甘愿啊，你的设计摆在那边，你就是不这样做。然后他就问我说：“老师为什么？”因为你还没甘愿啊，你还没体验过你非自己感受。那等到你真的甘愿了，你就会离开那个状态。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也知道大家希望透过算命、透过通灵去了解一些未来可能或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你不懂为什么会这样，那未来会怎样？所以我说，很多时候人在做决定是用过去的经验加上对于无知的未来所综合起来做的判断，所以你会一些重复跟轮回，是因为这些交叉。导致你现在会是这个状态嘛？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一些经验，像你刚刚讲，它应该是变成是一个养分，而不是它去控制着你的恐惧。未来就是未来，你想再多会不会怎样？它可能会怎样？可能因为我怎样，所以会这些都是想象。对，所以很浪费时间。我说实话，就是专注在当下。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活在当下，好不好，各位？对，所以你当下的判断之后，一旦决定了就往下走，然后它一定会产生新的问题。那我们就是在面对，大概人生就是这样，面对解决，面对解决。所以我想看完那个节目，最后他总结在到底命运是不是被判定好的，或者它可以被改变的，他留下一个开放性嘛，让大家思考。那我是觉得其实都有，但是就像刚刚讲，那个角色扮演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个人去掌握。对啊，其实天机试炼场还有很多片段是可以拿出来讲的。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也很有兴趣，你希望圣心老师想要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片段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